大家好，一把不起眼的韭菜，竟是让你60岁后血管通畅、骨骼硬朗、夜夜安眠的长寿法宝。可惜绝大多数人吃了一辈子韭菜，烹调方法全错，把最珍贵的活性物质全都浪费了。今天我们就来彻底讲透，怎样用最便宜的方式把韭菜吃成真正能防病、能延寿的天然良药。菜市场花个几十块钱就能拎回一大把，但它能带给你的健康回报可能比昂贵的保健品还要实在。你不需要特别去记复杂的理论，只要听完今天的内容，改变一两个厨房里的小习惯，就能让全身从里到外获得一种温柔又持久的照顾。为什么韭菜到了60岁以后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里头藏着一个多功能的生物活性复合体，它的灵魂成分是一种和大蒜、洋葱同类的硫化物，很多人把它叫做大蒜素。大蒜素一进入体内，就像一位沉默的血管卫兵，立刻开始工作。它会刺激你的血管内壁，促使身体释放一种叫做一氧化氮的气体。这种气体非常神奇，它能让紧绷的血管平滑肌瞬间放松下来，血管一扩张，血液流动的通道就变宽了，血流更顺畅，整个循环系统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这对年纪渐长、血管逐渐失去弹性的身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你不用吃任何药物，只需要在餐盘中加一把处理得当的韭菜，就等于天天在给自己的血管做一次温和的舒展操。大蒜素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它能帮助对抗体内那些无声无息的慢性发炎。很多长辈感觉不出自己血管壁正在轻微受损，但日积月累，这些微小的发炎反应就会让血管变窄变硬。大蒜素恰恰能从源头帮忙平息这些火苗。再加上韭菜里含量极高的胡皮素，这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你可以把胡皮素想象成一面抗老化的防护盾，它在你的血液里巡逻，专门捕捉四处捣乱的自由基。自由基就像锈蚀的铁钉，会攻击健康的细胞，让身体机能衰退得更快。而胡皮素可以中和它们，延缓老化的脚步。在葱蒜类家族里，韭菜的胡皮素含量是名列前茅的。这样一来，大蒜素负责扩张血管，减轻发炎；胡皮素负责抗氧化，防止脂肪分子卡在血管壁上。两种成分联手，就给心血管系统上了双保险，那些坏胆固醇也就更难附着在血管里，形成危险的斑块了。很多人老了以后拼命喝牛奶、吞钙片，可还是经常腰酸背痛，膝盖咔咔作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在于钙质虽然补进去了，却没有被运到正确的地方。你把钙质想象成盖房子的砖块，砖块有了，但没有工人把它们搬到骨骼工地，砖块只会散落一地，甚至堆在血管里造成堵塞。而韭菜里头恰好就藏着这位搬砖工人，他就是维生素 K。一小把韭菜就能提供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K。维生素 K 在身体里的角色又像是一位精准的导航员，它能活化一种叫骨钙素的特殊蛋白质。骨钙素一被唤醒，就像一块强力的生物磁铁，能把血液里游离的钙离子牢牢抓住，直接镶嵌进骨骼组织里。这就等于教你的身体学会聪明的运用钙质，而不是让钙质跑去堵血管。所以吃韭菜这件事，不光是在吃蔬菜，更是在引导你吃进去的钙质去到它该去的地方。韭菜里的镁也在旁边帮忙，镁能协助钙质更顺利的吸收和固定。更棒的是，胡皮素在这里又发挥了一次作用，它能舒缓关节内部因为磨损和老化产生的发炎反应。如果你早上起床觉得关节僵硬，或者阴雨天膝盖隐隐作痛，韭菜里的天然抗发炎物质就能从内部帮你温和的减轻不适。所以说，一把韭菜对于想把骨头养得扎扎实实的熟龄朋友来说，几乎是餐桌上最省心、最方便的钢筋铁骨守护者。我们再来谈谈晚上的睡眠。很多长辈身体明明很累，脑袋却转个不停，躺下去就像煎鱼，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候需要的往往不是一颗强效的安眠药，而是一种由内而外能让神经自然松弛下来的营养支持。韭菜在这方面简直是温柔的高手。它虽然不是安眠药，不会让你隔天醒来昏昏沉沉，但它能透过滋养神经，促进循环和调理肠胃，
帮你重建安稳的睡眠品质。关键的工程是胆碱和叶酸。胆碱是构成神经细胞膜的重要材料，它能让大脑里跑来跑去的讯号平稳下来，不再像打结的线团一样乱窜。讯号稳了，焦虑和烦躁感自然就会慢慢消退。叶酸也就是维生素 B9， 它负责协助合成血清素和多巴胺，这两种物质被称为快乐荷尔蒙，它们能让你的心情感到平和愉悦。当心情稳定，不再七上八下，入睡就变得简单多了。韭菜里的镁更是不能忽视，镁能直接放松紧绷的肌肉，有时候睡不着就是因为全身肌肉僵着，而镁恰好能解开那种僵硬。镁还能协助身体合成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掌管生理时钟的总指挥，它会在夜晚准时向你发出该睡了的引导讯号。从中医的视角来看，韭菜性温，能行气活血，温中开胃。很多长辈半夜不是被噩梦吓醒，而是被肠胃胀气、闷痛不舒服给闹醒的。晚餐时段吃一点温热的韭菜料理，让肚子暖起来，气血一顺，人也就安稳了。你可以尝试在晚餐时吃一小盘韭菜炒蛋，鸡蛋里头有丰富的色氨酸，那是制造血清素的原料，和韭菜里的营养搭配在一起，就是一道完美的助眠料理。记得在睡前2到3个小时吃完，不要吃太撑，让肠胃有时间慢慢消化，大脑就会接收到可以准备休息的讯号了。睡了一夜好觉，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看见家人的脸，看见熟悉的街道，看见手机里传来的讯息，这些都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对熟龄族群来说，保住视力就是保住晚年的自主权和所有生活乐趣。现代的长辈也非常进步，每天滑手机、追剧、看影片，长时间接触屏幕的蓝光，加上眼睛随年纪自然老化，干涩、视力模糊、飞蚊症、黄斑部病变等问题一个接一个来。在护眼这方面，韭菜像个朴实无华的宝藏，它拥有极其珍贵的护眼金三角，那就是维生素 A、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维生素 A 是构成感光细胞的基础原料，它能防止夜盲，保护角膜，让你在光线昏暗的地方也看得清楚。而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我们可以把它们比喻成帮视网膜戴上的天然太阳眼镜。每天眼睛都会受到强烈光线和蓝光的攻击，如果没有保护，眼底黄斑部的感光细胞就会被氧化发炎而受损。韭菜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会大量聚集在黄斑部，专门吸收并过滤有害的蓝光，同时中和掉周围产生的自由基，这能有效对抗高龄族群最担心的黄斑部病变和白内障。韭菜在护眼方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优势，它本身就是一位导航员，因为叶黄素和维生素 A 都属于脂溶性营养素，需要搭配好油脂才能被身体完整吸收。你如果把韭菜和鸡蛋一起炒，鸡蛋里的天然油脂就能帮助身体近乎100%地吸收这些护眼成分，或者把韭菜和猪肝一起快炒，猪肝里的顶级维生素 A 搭配韭菜里的叶黄素，等于是从细胞深层给你的眼睛来一次全面滋养。这样从饮食里摄取的保护，比单独吞几颗护眼胶囊来得更天然、更直接、更好吸收。讲完了韭菜对身体4大轴心的全面作用，我们就必须进入最关键的实际操作了。如果烹调方式错了，前面讲的一切好处几乎都会打折扣。很多人习惯把蔬菜煮得烂熟，或者丢进大锅汤里一直翻滚，这对韭菜来说绝对是致命伤。韭菜的灵魂，大蒜素最怕长时间高温，一旦在滚水里煮过头，或者在炒锅里焖太久，它的活性就会被彻底破坏，扩张血管，抗发炎的作用也就跟着消失了。正确的做法是永远把韭菜放在最后下锅。如果是炒菜，等其他所有食材都已经熟了，最后才把切成段的韭菜丢下去，用大火快速拌炒，时间控制在30秒到1分钟之间，看到它颜色变得鲜绿质地依然脆挺，就立刻关火起锅。如果是煮汤，也必须在汤煮好，关火之前把韭菜撒进热汤里，稍微焖一下就好，靠余温来熟化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留住珍贵的活性物质。第二个帖则是绝对不要吃隔夜的韭菜。很多长辈一辈子节俭，晚餐吃不完的菜，隔天热一热继续吃。
但是韭菜千万不要这样处理，放置过久或者重新加热，韭菜里的硝酸盐会转化成对身体不友善的物质，而且营养价值几乎完全变质。对肠胃功能比较弱的长辈来说，隔夜韭菜特别容易引发严重的胀气、消化不良，甚至腹泻，所以务必把握吃多少煮多少的原则。第3个原则是均衡搭配韭菜，不适合自己单独当一盘青菜大量吃，一定要搭配优质的蛋白质和好油脂，像嫩豆腐、新鲜鸡蛋、虾仁、瘦肉丝、鱼类都是绝佳的伙伴。这些食材里的油脂正是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吸收的关键，那些宝贵的维生素 A、维生素 K、叶黄素都需要脂肪当媒介才能顺利进入身体。只要改变这几个小小的烹饪习惯，你就能把一盘普通炒青菜变成一道精准保养的食疗处方。接下来就把这些原则落实在日常的厨房里。第一道推荐的料理是韭菜炒猪肝，猪肝是维生素 A 的顶级来源，韭菜提供叶黄素，这2样加起来对黄昏视力模糊、眼睛容易干涩疲劳的长辈特别有帮助。准备猪肝的时候，先用少许米酒和姜汁轻轻抓腌一下去腥，锅里放一点点油，先爆香姜丝，然后把猪肝倒进去，快速翻炒到8分熟，马上先盛出来，同一口锅火开到最大，把切成寸段的韭菜丢下去，快炒10秒，再把猪肝倒回来，翻炒均匀就立刻关火盛盘。整个过程非常迅速，才能保留猪肝的嫩和韭菜的脆，也让大蒜素完整的保留下来。第2道是韭菜炒蛋，如果常常睡不好，晚餐吃这道最合适。鸡蛋事先打散，加点盐，锅里油热了之后倒入蛋液，用筷子轻轻拨动，炒到蛋液半凝固，像嫩豆腐一样的状态。这时把韭菜段加进去，快速拌炒，让蛋和韭菜均匀混合，看到韭菜一软就马上熄火。鸡蛋的色氨酸搭配韭菜的胆碱和镁，能在夜里安抚烦躁的神经，引导身体自然产生睡意。第3道是韭菜虾仁豆腐汤，这道汤对于骨骼的保养非常理想，虾仁和豆腐提供满满的钙质与蛋白质，韭菜的维生素 K 就把这些钙质精准的推进骨头里。先把嫩豆腐切成小块，新鲜虾仁开背去泥肠，水烧开后把豆腐和虾仁放进去煮大约2分钟，关火前把切碎的韭菜撒入汤中，滴上几滴纯芝麻油或好油，靠着汤的热度把韭菜焖熟。这碗汤清淡好消化，能预防便秘，又不会对肠胃造成负担，非常适合作为熟龄族群的日常汤品。营养的摄取只占了健康的一半，另一半要来自你的生活习惯。晚餐享用完韭菜料理后，睡前1小时可以泡一杯温热的洋甘菊茶或者酸枣仁茶来喝，这2种茶饮都能帮助安定心神，请绝对避免在晚上喝浓茶或咖啡。躺到床上准备休息前，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呼吸练习，叫做4-7-8呼吸法。鼻子缓慢吸气4秒钟，然后轻轻憋气7秒钟，接着用嘴巴缓缓的全部的吐气8秒钟，重复做几次，这副交感神经就会很快的平静下来，让身体从紧绷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你也可以躺在床边，把双腿向上抬高，靠在墙壁上，稍微抬腿10分钟，这样能帮助下半身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减轻整天下来的下肢水肿和压力。但最重要的是，睡前1个小时，请务必放下手机和平板，关掉通讯软件的视窗，也别再看新闻或政论节目，远离蓝光的刺激，让卧室保持完全黑暗和凉爽。当你把这些习惯建立起来，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就会自然启动，这时候睡着的每1分钟都是深层的修复。虽然韭菜的好处这么多，但没有一种食物是适合所有人的，吃之前也必须了解几项绝对要避开的大忌。首先，如果你的体质属于燥热类型，例如最近常常嘴巴破、舌头长疮、脸上冒痘痘、眼睛红肿发炎，或者本身就是一吃热性食物就上火的人，韭菜就要暂时少吃，因为韭菜在中医里属于偏温热的蔬菜，可能会让体内的火气更旺。同样，有胃溃疡、12指肠溃疡或是肠胃功能极度敏感、经常拉肚子的长辈也要避免吃太多，以免韭菜的粗纤维和硫化物过度刺激肠胃。其次，食物搭配上要注意，民间一直有说法，
强调韭菜最好不要跟蜂蜜牛肉一起吃。这从医学和传统经验上看，是因为这种组合容易导致严重的消化不良和腹部胀气。再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正在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服用抗凝血剂，例如常见的华法林，请务必先向你的主治医师询问是否可以吃韭菜，因为韭菜富含维生素 K， 而维生素 K 有促进血液凝固的作用，它可能会直接抵消掉抗凝血药物的疗效，导致药效变得不稳定。这个绝对不是小事，一定要先跟医师确认过才能放心吃。对于一般健康的长辈来说，韭菜虽然好，但每天适量就很足够了，大概一天吃100到200克，也就是手抓一小把的量。吃太多反而可能造成胃酸过多或胀气不舒服，把分量控制好，持续的吃才能细水长流的感受到它带来的转变。从今天起，希望你能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这把在市场里总是当配角却充满生命力的绿色蔬菜。它不是什么昂贵稀有的仙丹，却像一位最朴实可靠的老朋友，在每日三餐里默默帮你照顾血管的弹性、骨骼的强韧、神经的安稳和双眼的明亮。真正的健康从来不需要花大钱追逐复杂的保健食品，它就藏在传统市场最平凡的角落，藏在每一次你用心拿捏火候快速翻炒关火前才下锅的坚持里。这种日复一日对身体的温柔照料，最终会回馈给你一个更灵活更自在的安居乐活。如果今天分享的这些方法让你觉得实用，请帮我们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自己的韭菜料理妙方。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提供实用健康知识的最大动力。祝福每一位都能筋骨灵活，天天开心，夜夜好眠。我们下回见。